澳大利亚有多豪横？它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占据整片大陆的国家，面积超700万平方公里。可结果呢？这么大片的土地，只有不到5%的土地有人居住，剩下的就都空在那里。而且大半人呢都居住在沿海附近，越往里走人就越少。怎么？难道他们都只想住海景房吗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澳大利亚联邦简称澳大利亚，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之间，由澳大利亚大陆和一些海外领地组成。澳大利亚的面积很大，约769万平方公里，世界排名第6，但人口却很少，只有2600多万人。这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美国的德州总人口也有2800多万，比澳洲还多200万。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还没有美国一个州的人口多，而澳大利亚呢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地广人稀。稀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们那有个叫安纳克里克的地方，面积超2.5万平方公里，比以色列还要大。然而只有8个人住里面，牛倒是有1万多头。为啥呢？因为这里呢就是个私人牧场，而且还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私人牧场。好家伙呀，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土地居然被拿来做牧场，也就澳大利亚有这个实力。另外还有日本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住了1亿多人，而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郡面积和日本相当，却只住了1万人左右，而且有1半人住在一个叫纽曼的小镇上。说真的，地广人稀这事儿在澳大利亚还真不算稀奇。为啥会这样？原因就是超2/3的人都住在悉尼等沿海城市。澳大利亚说好听点是大陆，说难听点呢就是面积稍微大点的岛，而且岛上人还不多。仔细看下分布，就会发现它不到3000万的人口基本上都分布在了悉尼、墨尔本等一些沿海大城市，外加零零散散的小城市，而这些地方才占了总面积的5%左右。为啥澳大利亚人都喜欢窝在沿海地区，不往里面走走呢？原因嘛，很简单，因为人太少了，平均下来1平方公里还不到4个人。作为最后发现的大陆，自从被英国发现后，说是殖民地呢，实际上也是把它当作是天然的监狱。不得不说，英国过去也是挺豪横，把一片大陆当监狱，也就英国干得出来这事儿。花了几十年，英国总共送来了15万囚犯过来。都说了是监狱，那带英自然也是不管囚犯死活，反正人送到了就走，至于什么定居点都得靠囚犯自己解决。而这些人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在登陆的海边居住，而他们又基本上是优良的港口。等到后面慢慢发展，就成了悉尼等一众大城市。当然，这些囚犯等安稳下来之后，肯定会想着往内陆探索。只不过澳大利亚这个地方蛇虫鼠蚁贼多，本来就是囚犯，也没有好的医疗条件，如果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给咬了，救都救不回来。另外，澳大利亚其实也有自己的土著居民，但因为囚犯扩张，导致土著都被屠杀殆尽。再加上后面又碰上的2战，让本就不多的人口更是雪上加霜。现在人口能涨到2000多万人，虽然还是有点少，但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700多万的土地，结果有95%的土地都在那儿空着，基本上属于无人区。为啥？因为人少嘛。澳大利亚只有2000多万人，少是真的少。这么大地呢，却住了这么点人，确实有点浪费了。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环境太差，不管是气候还是地形都是一样。他们居住的地方主要是位于东南，而这些地方呢，气候湿润，降水充足，是很适合生活的。但把视线往面积更大的中部和西部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沙漠戈壁。沙漠面积占总面积的20%，其余的地方因为受大分水岭的阻隔，导致大陆内部没办法让暖湿气流进来。还得再加上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，导致中部和西部不仅干旱少雨，而且昼夜温差还特别大。因为太过干旱，这些地方呢还时不时会发生大火，别说居住了，连能不能生存都是个难题。当然，为啥山火多呀？一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积极救火，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没杀人，烧就烧了呗。至于里面那些野生动物，苦就苦一下，反正他们已经尽全力了。所以说，澳大利亚的面积大是大，实际上中看不中用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它真正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只有总面积的10%左右，这里面还包括耕地、森林等，能住的地方少，澳大利亚人自然就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，导致中西部95%的土地没人住。不过环境差，再加上长时间的与世隔绝，都没啥人来，也难怪澳大利亚的人口会这么少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财的小手让来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